有一种非常珍贵的存在叫做好朋友。可是作为好朋友最尴尬的事情就是，你把对方当成是好朋友，对方并没有把你当成是好朋友。你有把我当成好朋友吗？没有。我也没有把你当成好朋友。我们俩只是搭档而已嘛。为什么搭档不能变成好朋友啊？所以你真的没有把我当成好朋友吗？有啊，我当然有把你当成好朋友啊。可是我在懊恼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为什么始终想不出一件能够让你很为难的事情叫你做。就是身为好朋友应该要做的事，是不是？你敢肉掌打死蟑螂吗？为了你吗？为了我。为了你我愿意。一只。为了你我愿意吃掉。那你这什么？你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朋友吗？对不起，打死就好了。可是呢，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话？就是因为等一下有人会接受考验，就是可能有一个人觉得他是对方的好朋友，而对方不一定这样子想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会研究一下这件事情。你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花花万物，花花万物是由阿里巴巴旗下让闲置有起来的超厉害 APP 闲鱼独家冠名播出。专业修复，贴心呵护。本节目由功能性护肤品牌国品之光敷尔佳赞助播出。那我们今天呢要访问这个人，他们在走进现场之前送了一个很别致的礼物，是我拿给大家看，来自枪寨的车厘子。车厘子其实就是这个，所以你看包装的很有趣哦。然后呢，樱桃。就是樱桃嘛。是啊，叫车厘子，然后两颗包，不知道有什么典故。我从来没有收过有包装过的樱桃所以是不是很可爱？是，就是一整盒都是这样。而且大家吃车厘子的时候比较没有想到说枪寨有车厘子，然后我相信以他目前的表现来讲，足以称得上是枪族之光。是，可是我们等一下观察一下这个人有没有散发出任何光芒。说枪族的气息，不是说任何光芒啊。我们要欢迎他出场了，请跟我一起欢迎杨迪。We're stepping in the ring and won't let that lady sing. 对不起，来了。欢迎。哎呀，欢迎。偶像 S 姐好。你好。汉哥好。又见面了。奶茶你好。大家好。你礼数真的很周到必须的。我长成这个样子，一定是礼数非常周到才能混到现在的。可是你出场不喊大家好就会死，是不是？我没有试过不喊大家好，因为你是不是希望听到现场就立刻有掌声？我还没出来，我都仿佛听到有掌声，所以说这个大家好一定要喊出来。我到哪儿都会喊大家好，哪怕回家大家好。万一有人回答你就惨了。那我就马上搬家，太吓人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刚刚介绍你是羌族之光的时候，我跟次想要从你身上得到一点线索，就是羌族的特色。后来羌族人民每次听说我是羌族都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大家知道少数民族的就是基因的话会长得比较有轮廓，比较帅气，完全的避开了我。是。所以我每次说到我是羌族的时候，人家都说应该是靠你妈妈那边比较厉害一点。对，因为我爸爸是羌族，妈妈是汉族这样子。哦，所以你是混到妈妈那儿了。这样说好吗？也没有不好。但是我觉得我是两头都不沾，所以我就比较怪类。你身上有留下任何羌的文化的特色吗？没有。比如说羌族人他们说的羌族的语言是这样，就是我整个家族只有我奶奶会说，然后她一说没有人听得懂，也没有人理她，后来她也不说了，就是变成这种情况。所以你也没有学个一两句啊？一点点，就是比如说谢谢是 that 吧，然后你吃饭没有？妈妈吃七三里七八扎。你看我说了，你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对吧？第二句很值得学。第二句是什么？小孩子学一下。妈妈是七三里七八三。妈妈是七八三，你七八三。等一下。我是 follow 你的。妈妈是七三，你七八三。妈妈是七三，你七八三。就这样吧，反正我也不知道。我曾经还干过更恐怖的事情，你们可以做，我也做吧。做。怎么样？你累了是不是？不是紧张，先坐一下舒服一点。坐，没位置啊？没有坐这边。好，没事。以前我也跟你差不多，我后来你知道。等一下。人家是男团的团体。我知道，加油，真的可以。
现在男团多，你看我这种。杨迪先生，你上节目以来一直在计较有没有座位，是不是？绝对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大家都能坐的情况下我就坐，如果大家都站着我也站着这样子。所以你有在计算说你一路从站着，然后总算有座位了吗？有算一下，因为我最早的时候是在吴大维哥的后面，就是很远处的一个吧台那个地方，经常我冒杂音，对，镜头切过来，我话已经说完了，就是这种，一直都是话外音的存在。我懂，就是因为你临场接了一句话，临场只有2句话，他镜头来不及找你。我妈也是这样，然后切过来就卡了，知道已经没话说了。而且那个会让导播很为难，想说到底要不要剪？对，就想说你能不能少说2句，但是就是这样混出来的。以前是这种。你在心里觉得自己在主持界的地位多高？不算地位，只是说可能我不可或缺。就是当大家都很正经的时候，我作为一个调料来参加一下，我觉得挺好。你是说整个演艺圈的主持界，如果少掉杨迪这个人会毁掉，是不是？我怕说太多也不至于毁掉了，但是会失掉一些欢乐。对，这样说总可以吧？少了很多味道，大家都会哭着主持，是不是？这你是饺子，不要有它这个酱油才行、啊。对，得蘸一下。有些如果爱吃醋的人蘸，我觉得还味道会提味。这样，好，杨迪今天来呢，是邀了一位好朋友一起来。杨迪有说出了一些他在演艺圈最好的朋友，感谢的人。对，真的比方说，人家一问说你最好的朋友，你肯定第一个回答谢娜。娜姐对我帮助很大，然后呢，他就大概给出过3、4次答案，对，当中并没有他今天邀来的这个人。是。所以我不晓得他是今天找别人都没空，所以他就找了这个人来顶替呢，还是说这个人价钱比较便宜？我其实不太知道，他其实算我出道我的前辈那种。他是你的前辈？他是我前辈，因为我好小，你那时候还在上学，他就已经在主持节目了。那他为什么地位会比你低？我没有说他地位比我低。就是说我懂，等一下，我懂，就是说主持界如果少了这个人，其实无伤大雅，还是一样欢乐，是不是？没有聊到这么深，我不回答了，因为我很容易套话出来。我和他有搭档节目，他是做 C 位，是当他的副手。搭档节目你们就是不得已变成朋友的吗？不是不得已，就是相处下来还行了，这个人可以交一下。你们2个有谈过心吗？有谈过心，因为录那个节目。正好住的那个我们节目组安排的酒店跟他家比较近，所以经常他就是也爱喝一杯嘛。顺便做，也不是顺便，也不是顺便。他刚的语气就是找不到别人在附近啊，就是这个怎么回事啊？乱剖析。所以就拿手机出来摇一摇，就跟他求你们不要乱剖析我的内心，不是这样子。不是吗？但是说句实在话，这个人的第一印象给到我真的超级烂。为什么？我好想杀了他那一瞬间，因为我是那个就是如果遇到一个新的环境有新的陌生人，我会主动打招呼，你好你好。我当时说哎你好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。就给我这种反应。你地位那么高，他竟然敢这样对你？我那个时候你可是羌族之光哎！我那个时候地位也不高，他那个时候地位确实高，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难接触啊？然后晚上艺人们一起吃饭，他也没有来。包括我跟他录节目，不同的化妆间，他们说他的化妆间就很像没有活人的感觉，就气氛很僵。大家都会来我的化妆间聊天、吃东西什么的，去他那儿都要。那就跟我们2个很像啊。对啊，因为我的是化妆间，他的是停尸间哎。可是我们2个是用同一间的哦。你跟你的搭档是同一间吗？没有同一间，分开的。你们已经不合到这样吗？也没有不合，节目组安排的呀，不得已的。他人多，他带的人多，坐不下。他人比你多，越说越多。他吃素哎！你们不要再说，他可能走了已经。所以今天你们2个一起来这个节目的时候，你有算计他身边有多少人吗？没有算计。但他今天带来的探班的朋友确实挺多的。不过他今天带来的礼物深深取悦了 S， 所以 S 就忽略了你带来的车厘子。要说实话吗？好。今天刚开始录节目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来得及拜访2位的时候，他正好在我化妆间，我们在聊天。这个时候 S 姐就托工作人员送来了礼物，让我那位朋友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来录节目，我们都还没带东西 ，S 姐还先送了我们礼物。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我带了呀，我老家的水果。”他马上紧急下单弄了点礼物过来，所以说临时的吗？临时搞的，哎呀，根本不是提前想好的。
可是他就算是临时的，他也是也比我的好是吗？也是完全了解我想要什么我。那个是家乡的亲戚爬在树上摘下来的，有吗？包装有，都在这里。是是是都在这里你跟我唠这种人情的，你要我怎么说你？现场吃。我觉得我那个更用心，真的。上组的朋友真的辛苦你们了。树上摘的，而且我们怕它那个就是坏掉，还每一个都用纸包，好小心，这几天都放冰箱里冻，很妥善。真的辛苦你们爬树，要小心哦。快吃快吃。真不好吃吗？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主要产业。很甜，只是说因为我是主持人，你要我现在，你知道占用我的空间，你知道。好，所以你刚才讲那么多话之后，你觉得他出来会饶了你吗？他后面听不太清楚，反正你们别提就好了，等他录节目的时候自己看吧。所以他会认为你是他的好朋友吗？我们真的还挺好的，就知道彼此很多事情。那讲一件我跟 S 不知道关于他的事情。比如说我们会聊的，明明我们共同讨厌谁，但是我们被迫有的时候要跟他一起工作，这种说人家坏话的事情，可能就是朋友之间比较不敢分享。相信你敢讲这件事情，我就不讲啊。你刚刚讲的已经很严重了。大家可以去猜嘛。跟你们俩一起工作的人总共有那么几位而已啊。不是这是哪一个节目？火星情报局还是说那个？打车，我真的不能录了，还没正式进入，我已经说太多了。数都数得出来，就那几位。没有了，总会有的时候。演艺圈的大哥大姐啊，是前辈惹到你们是不是？你们两个共同讨厌演艺圈的前辈吗？所以会骂到多狠？我错了，因为我也会跟他讲别人的坏话，我想说你们讲的会有多狠？也不是会多狠吧，就是会说，对啊，他当时说那个话肯定怎么样，就会分析人家，有可能人家也不是那个用意。我觉得可能朋友聊天会扯到这些。原来他们都在讲同行的坏话。有的时候会讲。他们收过以后不检讨自己的表现，他们检讨大哥大姐的表现。没有，不是大哥大姐，不是大哥大姐，你们欺负新人啊！所以你们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个新人有够笨的，怎么接话接这么差这类的？还真的会。我们就会说今天他的表现怎么样？你自己是从新人爬上来的，你竟然阻挡别的新人，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觉得他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已经，比如说尽量抛话给别人什么之类的，如果欢迎大佐进场，根本不听解释的。是 Q 到我了吗 ？Q 到了，是欢迎我的好朋友。我在后面听不清，我好着急啊！听不清就太好了。他讲了很多不该讲的话来。说什么了？都是效果，都是节目效果。原来你是这种人啊，大佐。我怎么了？很可怕。我只有听到一句说我化妆间的气氛。对，因为我记得这是事实吧？我印象中有一集。你在康熙里有讲过，说康永哥的化妆间非常像停尸房。对，停尸间。后来我就一直就用这件事情来安慰我自己，说原来人缘这样，以后可以成为蔡康永。我想差别在于，杨迪讲你的时候，他说你的房间呢都没有人去拜访，他的房间呢络绎不绝，是真的。哎，你看看之外，他补了一句话。他说：“所以你只好带了很多的同事围绕在你身边，假装你有朋友。”绝对没有后面的所以，只是两位老，只是叫医生，叫医生。我们刚刚讲的是最轻微的一件事，还有呢？他说你来这里的酬劳比不上他，所以呢。你就是仗着带人比较多来表示，给大家表演首羌族歌曲。大地苍苍干巴，对，羌族之光。你现在懂得害怕，你刚才为什么要讲呢？刚刚我真的，你懂？你有讲啊？场子冷了，我们就会被套话。有些事情我被套话了，太可怕了！这个地方我被套话了。大佐，你知道他杨迪说他自己是不可或缺的，就主持界如果没有他的话。整个主持界会少了很多欢乐，可是你如果不在主持界的话，其实还是一样欢乐。我跟他不一样的地位，可能我是在
优酷有点关系。你连跟优酷有关系有点都讲出出息来，好不好？就能够拿出来这个讲吗瞧不真的赢了，起你。这个真的赢了。没有啦，因为是这样子，刚开始合作主持的时候，谁也都很一般，然后慢慢的，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火起来了。可是他说你一开始有严重的大头症，第一印象，第一次非常冷漠见你那天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就是第一次跟别人见面的话，没有办法很亲密，就是我也没多亲密吧，也没有。而且那天，前面过来就大左，而且重点是那天我还在发高烧。我在发高烧，他过来跟我打招呼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好。”然后我就没有表情，我就说了一句“你好”。你看多好，创造了个故事。没有你好，上别的节目里讲了10万8千回。没有你好，只是抬了下头。哦，哪有你好啊？我真的是那天生病了。大左，他带车厘子来，然后我们就称赞说很有心，很周到。然后我们就说你的礼物也深得 S 的欢心。然后你知道杨迪说什么吗？他说你根本没有准备礼物，是发现他准备了礼物之后，你们到底聊了多少东西啊？一首羌族歌曲再次带给你。你怎么？我以为你是专门买了带到这儿送给我的。确实是刚订购今天送到的，他那个是。大左，我跟你讲最悲惨的一件事情，真的很严重，比礼物的事情严重大概10倍。还有吗？我不记得啊，哪有啊？你们两个只要收工了，就聚在一起讲别的主持大哥大姐的坏话。没有大哥大姐，你觉得我会说出这种话吗？小弟小妹也讲啊。但是我讲实话，我们俩讲坏话的人是蛮多的。少说两句，他会问你名字。我脑海当中有很多名单正在闪过，不算坏话，只是一些公道的评价。因为我们俩经常一块主持节目或者上通告什么。讲实话，如果你们碰到难访的艺人或者是很难我 totally 访， understand， 对不对？那合情合理嘛。如果你们讨论的是来宾的坏话，这个我懂。可是他说你们讨论的是一起主持的其他主持人的坏话，那没有，不是其他主持人，是录影的嘉宾吧之类的。而且我们会在录的中途，你们应该也干过这种大头症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收音的时候把你们拉下水，很小声嘛，就是这样说，然后其实都录进去了，然后节目组会保护我们，会把它剪掉。所以你们连麦克风在的时候都敢说别人坏话？你们也干过这种事情？没有。不是，我们智商至少还高到就是说要把麦克风拆了然后再讲。不是，你怀孕的事情就是麦克风在的时候。那不是坏话呀，那不是坏话呀。像我这样傻的人，你这样传出去 OK 吗？反正都这样了。对，反正也这样了。所以以后上你们节目的来宾都会很紧张，怕你们说他们坏话啊。我们当面说，我们很多事都是直接这样子，只要不过分都还好。但我真的有当面发过脾气的事情，当面对来宾发脾气，因为真的很过分。我想问你们哈，就那个来宾来宣传他的电视剧，我就说某某某老师你好，今天你来宣传这个电视剧，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？那个电视剧就是因为没播，所以来宣传嘛。他回答我说：“你看过吗？没什么可说的啊。”哇，那你怎么应对他？就笑嘛，笑着继续问嘛。他全程都是这种态度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当时就播了个 VCR，就是采访他的大学同学，就比如说取名字，大学同学当时有一些人叫什么铁蛋儿啊、黑妞啊什么之类的，就是说大家互相取名，其实蛮可爱的一件事情。后来呢，我们就回到现场之后，就做了大学同学1比1那种人形立牌，然后在头上做一个蝴蝶结，贴上当时的一些外号之类的。然后那个老师就坐在那说：“我觉得你们这样非常不尊重人。”我就真的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我就气氛都已经这样了，我就只能噌的一下站起来，然后走到那个人形立牌的旁边，一个这样摘下来扔掉，看着那个老师说：“老师，那现在这样可以了吗？”结果那个老师就坐在那说：“可以了。”就他也怂掉了，他也吓到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男老师吗？女老师。所以你们现在见面不尴尬吗？后来也没怎么见过面，他可能都忘了。演员的，你是不是很想讲出来？反正是他干的事儿，名字呼之欲出了，他就是。谁？小本子重现江湖，奶茶赶快拿去给他。大左如果有什么对我不敬的地方，他就是我。快，这写上去。没有了。大左他说他不得已，因为跟你搭档才认识，然后他说因为你刚好住在他附近，他才找你聊天。反正种种气因促成我们成为朋友，也是他们俩也就那样。
对，也差不多。你以为他们私底下很熟啊？大哥别说二哥好不好？大总脾气真的很差，上来了吧问题是他主持哎，我生孩子他也进来被我们激怒到反击我。小心他待会儿撕你们的牌子，你是这样满意了吧？很可怕。好，大佐既然知道他很多事的话，我们从大佐那边今天能够问得到杨迪的感情状况。感情状况，我的天，我们没有蕊这件事情哦。随你看情况而说吧。所以其实你现在是有女朋友的。对，有的。你女朋友是圈外人吗？你们不认识，是我的同学。他跟你在一起多久了？从看一下，2006年开始。他怎么会爱你那么久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他眼睛是，反正就是当时相处起来，可能觉得我比较幽默之类的吧。我们要聊的感情，你刚刚已经讲完了。我可以讲，没关系，可以讲啊只是不给大家看照片那些，别的都没啥。所以为什么不结婚呢？怕困扰啊。当时错过一个非常好的时机，所以你心里还是打算就是要娶这个人。对，就是看用一个怎么样的契机会比较好一点。一个女生如果心中期望着要结婚，结果12年没有结，她可以再等下去吗？12年很久，12生肖已经轮了一轮。他反正还在吧，就还在。你有给他承诺吗？说我们俩就一定会结婚？当然有承诺，而且我会规划好很多未来会怎么样。所以大概60岁的时候会结吗？对对对。所以万一你最后没有娶她，没有这个情况，我是绝对不会的。你敢发这个？我敢。你敢发这个誓？因为我不可能生活再离开他，绝对不可能。对，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。哦，所以你手机里面是有照片，是不是？没有。我没有手机，防我们防成这样子。你们想象一下，杨迪在他还没有大红特红的时候，被人家带去纽约逛街，然后在一家卖钻的店门口，我现在都记那牌子。然后杨迪连进都不进那家店，因为他进去之后，他要痛苦死，太贵了，我想死。然后我就没有进那家店，我直接坐在那家店对面一个酒店的大厅里面等。结果这个时候我手机短信来了，扣款了。那一瞬间，而且就是一个耳钉。所以你是说，你女朋友愿意等你等了12年，只是因为看中你的钱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刚刚整段话就是这样子啊，他达成他的梦想，绝对不是这个原因。原来还有我带给他的欢乐。她是这种固执的女孩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还做饭了，他也做饭，他也干活了，哎，做家务那些，擦桌子都有做。但现在请阿姨了。连阿姨都请了，请了。那他根本就没事做。你这一集录完损失掉爱情跟亲情。这个节目是聊什么的？我已经不知道了。不是还有我妈吗？我问你，你花钱花在你妈身上比较多，还是花在你女朋友身上比较多？说实话是我妈妈还是因为买贵了她反而不用，还浪费，反而会念你，对不对？对，反而给她说这个东西，比如几千的，给她说几百，她用的可欢了。不要让我知道你现在的钱全部由你女友控制。没有，那没有，我能控制。法人很多，如果硬要取一大款，要同时几个人插卡，已经这么操作了。你们有大公司吗？前几年他不是开玩笑。前几年他不是这么操作的，但我都是我管。这几年钱多了就开始自己管起来了。不是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没赚那么多钱，不要再乱说我都是合理的。好了，你有没有给你女朋友一张卡，说你爱怎么刷就怎么刷？没有。有的时候用太多，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争论，然后我就会说我们要控制一下了，基本上就还是会要合理花钱。你妈喜欢你女朋友吗？喜欢，就是我如果跟她吵架的话，我妈还会直接打电话，然后就打给她，然后就让我怎么好好的之类的。可是你妈知道她一直在花你的钱吗？言语呢带他的好朋友来，我们欢迎他们2位出场。Hello， 你们好。这世界很酷。这一题很合理，你不要在那边演戏。这一题很可怕，可能不知道量那么大，所以我们要不要先讲好？等下万一你妈出来，我们大概知道。只聊工作和饮食和品味。然后女朋友是爱没有这个人。没有这个你妈不是打给他了吗？可以聊。就不要讲说女朋友爱花钱的事。随你们办，你们也防不住，我也不敢捂你们的嘴。你就交代我们嘛，你交代什么我们就问什么。你们就尽量吧，我妈妈承受能力肯定没我强。对，我妈妈会在现场出事，是不是？妈妈
打你们我可不管啊，你知道？你妈这么爱你哦？我妈真的是，整个节目组问我妈妈杨迪有什么缺点，我妈绞尽脑汁想不出来，觉得我完美无瑕。我真的不开玩笑，包括你们有的时候节目上说我丑，我妈说哪里？以前我妈妈不懂综艺效果的时候，在节目上说过我丑的人，之前那些很多像何炅老师、何老师他们，我妈都是觉得，就看见他们就内心不悦，觉得羞辱录节目她的时候，他妈来录我们节目嘛，然后上来之后第一下就是打。为什么要这样说我的儿子？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我妈妈直接哭了，看你们怎么收场。他们有过，我妈妈有哭过，在节目上哭过吗？曾经有一次，我带我妈妈去拜访一位主持界的前辈，我那个主持前辈很综艺效果，给我妈开玩笑：“阿姨不容易，捡来的孩子都养这么大。”我妈妈不仅没笑，当场2行泪流下来，那个老师都倒退2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姨。天哪！因为妈综艺玩笑太过的，她有点反应不过来，她不觉得这是玩笑话。所以你要请他妈出来吗？我觉得好恐怖哦。我期待看到这一幕。怎么办？我们先想好了怎么办。所以对他母亲要讲一些就是很夸赞儿子的话。生得好，这儿子真的有才华，又孝顺，女朋友也选得好，勤俭持家。我不要请他出来，这么难伺候，我做不到这么多事情。我们欢迎2位伯母出场。欢迎小心哦，小心！欢迎2位，你们好，蔡老师你好，欢迎你好，你好，好你好，请坐。来妈妈到这边来。谢谢。哦，大佐的妈妈很高，妈1.7米，以前是女排，真的打排球的。你妈妈高到就是我妹妹今天在化妆间，娘高高一窝。我说这个话可别，就突然来这么一句，就赖在我妈身上。所以你们家人都很会开玩笑，只有你靠开玩笑成为专业我人士。妈太搞笑了，我妈曾经微博热搜第2名，杨迪妈妈，只凭她15秒的笑声。看了我笑了哦。好烦了，又开始了。你看莫名其妙的就，我没想到阿姨的声音是这种型的耶，有一对，点清脆吗？很清脆。小林志玲啊，天哪，谢谢。我真的是有点爱笑。原来我在局里上办公室的时候，他们说我的声音具有一定的穿透力，哪个是来电话了，我就站在那里吼萌萌萌，声音很大的，你试试很大的。看呢你试着说一句那个什么。康永哥接电话了，比如说你随好嗨。我觉得哦，妈妈根本没有空为杨迪哭，她自己跟我们聊天就忙不过来忙着。自己表现。我们麻烦奶茶同学呢，代替我们节目去拍了2位我们的主角的家里面，然后他们也很大方，每个角落都让我们拍了。首先去拍了大佐的家里，对，然后跟你想象的一样吗？一样，就是满哪儿都有酒，全部一个酒之家。这是酗酒的人的家他吗？很爱喝酒，哎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会翻的那么细，对，细到我有点发慌了。到处翻箱倒柜，把我们节目讲的像扒手一样，还是小偷？走的时候有没有掉东西啊？我有6000块钱找不到了。你有没有觉得他现在讲话的态度，就他地位是演艺圈最高的？没有，开玩笑很了，嚣张开玩笑。请看 VCR。凭什么是你 Q？好吧，就照杨迪的意思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左哥的家中，哎，左哥家真的还蛮大的，哇真是一览无余哎。看到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哇，好多调味料。他左哥家是我去过艺人家中最富贵的一个，很多鞋。这双鞋是从小燕子的身上拿下了一块布做的吗？真的？啊，还有大荧光绿，哇，左哥的鞋真的很夸张。这有一个快递盒子，这是什么？全部都是内增高，还有不同的这种白色的。知道为什么现在男艺人的身高就是大家越来越分辨不清吗？就是因为像左哥这种这么高的人，还垫内增高，就导致大家不好判断每个人到底有多高。再看这边，一览无余，我的天呀！哇哦，太夸张了！他同一款鞋会买2种哎。你看这是2个一模一样的款型，他买了2个颜色，而且有发现吗？左哥的鞋全是外增高，这么高的跟儿，然后他还往里塞刚才的那些内增高，整个人直接奔1.9米去了。看来左哥是对鞋子有一定的执着啊，数不过来。我们再往那边看一看啊，哇，这有很多哆啦 A 梦哎，好像左哥很喜欢哆啦 A 梦，我有他的微信，他的微信头像也是哆啦 A 梦。这还有看哆啦 A 梦的日历，
可怕的冬天到了，好冷，要抱抱。他到底要跟谁抱抱啊？这还有10月11，嘻嘻嘻嘻嘻，透露了一个大龄单身男青年的心酸，造烦啊！这还有28，明天就是你18岁生日，紧不紧张？我这么可爱，你要不要追我？这哪个追？给他极致糖浆，快！哇，这是告白日历啊！哇，这个日历有心，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左哥聊一聊，这个日历到底是谁送给他的？鞋好多。大左知道自己的鞋子有几双吗？没有数过，所以一个款式买2个不同的颜色是习惯就是好搭嘛。那个日历是什么？那个日历是粉丝送的哦。然后其实我讲真的，我之前没有那么翻的那么细，粉丝藏了一些他的心意。对，但是哆啦 A 梦的东西我就会全都放在家里。不高兴我们跟大左聊天呢？不是，我嗓子痒到不行，我想尽量不打扰大家，但是还是好咳。你打扰到了。妈，打扰到了。我们刚才那整段都不能播，你知不知道？怎么办？让我放开了咳好不好？哪儿去咳？哪儿去咳 ？What？ 妈让我后面去咳。妈没关系，因为最近有点咽炎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带来什么东西。一个月历跟一个什么啊？哎，我看到一个眼熟的东西。这是我送他的礼物。这你送他的？这个有玄机的。是不是一拉开有东西会弹出来？你试试看。我打不开，你自己开。还是请伯母开一下好了。你开吧。不是吓人的，你们真的可以开。连伯母都防着你。不会电到吧？不是吓人的，哆啦 A 梦是梦幻的。你有听到声音吗？什么东西？有哆啦 A 梦的音乐。他到底要拉多开？好，可以了。对，不然电池什么都拉出来了。你说这么用力拉开来就发出这个声音啊？就这样子而已吗？够了，你还想放多大的声音？而且我给你看一个东西，就是打开之后是这样一个那个哆啦 A 梦的充电宝，然后这个充电宝呢只能5000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充半台手机。然后我就这个东西当时送给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因为我喜欢哆啦 A 梦，它很有心嘛。对。结果呢，这里面有很多哆啦 A 梦神秘道具大集合。对。时光机，100元，100元兑换券，66元兑换券。这里面怎么是这些东西啊？20块钱取齐兑换券，这真的可以兑换啊？意思是这个产品让你再去买别的？对。所以杨迪，你拿的是正品吗？不是正品，绝对不是正品。杨迪是这样子的，杨迪如果比如说他要跟小 S 是好朋友的话，他会去小 S 的微博，然后微博上有个搜索的选项，他会搜喜欢2个字，然后就会看你喜欢什么，然后就会去找你喜欢的那个东西。那以你的地位，你是不是要选一个更高级一点的哆啦 A 梦的礼物？说句实在话，我送个礼物很不容易了。伯母，你觉得他们俩多年的交情送这个够吗？我觉得嘛，懂得别人在心里的位置，这个孩子做得很好。你是说杨迪做得很好，是不是？大左做的不太好哈。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虽然你在别人心中的位置做得很好，可是 S 已经判定了这个要去闲鱼 APP， 然后我们会做公益的用场，好吗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拍到了什么。接下来是衣帽间，哇，这个就是韩剧中千金的衣柜间。哇哦，这样的衣帽间真的是女明星也会羡慕，而且一个还不够，在走廊居然还有另外一个隐秘的衣橱。哇，这里面是一些很素的衣服，都是白衬衫。哇，这都是白衬衫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啊？这个金黄色的肚兜，这是一个裙子吗？淡蓝色的小裙子，这是不是手工做的那种衣服？
春季里开花1456，我好像看股就我拿69头。不得不说，大佐，你的时尚审美真的让人难以 get 到，而且这些貌似是女生的衣服哎。接下来再发现了高跟鞋，你夜晚变身反穿的秘密要藏不住啦。衣柜的规模很惊人呢。对，好大的衣帽间。所以杨迪，你看到他的衣帽间，你有羡慕吗？我吓到，就是衣服真的非常非常多。我经常上节目，我都不知道穿什么衣服，而且我会重复的穿，包括这个衣服也是出过外景都穿过好几次的。你带来些什么？我们先看一下好不好？我把他那些很暴露的衣服全带来。好啊好啊，来奶茶给我们看。这什么时候穿呢？这个我有点懂，它藏在西装里。对，还有这个裙子，那个就是个睡衣啊，就是可以当睡衣穿，就很长啊。赵丽蓉老师同款呢？啊，赵丽老师同款这件我真的一定要跟你们解释一下，这件明明就很精彩。就我是去东京逛街的时候，有一家店，这家店所有的衣服都是2手改造的，然后我觉得它还蛮精彩的，我觉得蛮适合男团的呀。08年的男团或许会喜欢。你走开，你穿，你现在就给它套上，保证还 OK。妈，你喜欢哪件？不是，我觉得蛮俗气的。我要套一下。好多碎的东西，金金调调的，觉得可以啊。哎，我穿着如果气质能上来的话，就表示他。杨迪，你别，我试试看。穿。你给他们表演一段他们不懂的才艺，你穿上之后就那个春季里开花，好看吗？很好，好时髦哦！天哪！春季里开花春季里开花，1456，1456啊，6月6我看不是我春打69头。春季里开花，1456，还可以啊。这个衣服但好重哦，说实话。对。但我买不了这种衣服，因为我买衣服的原理是在于上节目能穿，私底下也能穿。这个私底下穿不了。所以婆母，你喜欢杨迪穿这件背心吗？不怎么喜欢。为什么？我也是买衣服的时候，我要考虑到平常能穿，上节目能穿，带小孩的时候也能穿。你怎么还考虑到上节目？哎，有些时候嘛，就比如今天是，就穿得很好啊。其实这衣服还挺有设计感的，应该蛮贵的吧？重点不是贵，重点就是我当时可能就是一冲动，然后我自己就下单了啊，所以其实也没有用上，也不算很适合我啊。那你可以把这些不用的都放到闲鱼上一键转卖啊，这些都是隐藏的财富，现在就可以看看它值多少钱啊。这么厉害的吗？听起来很厉害。我不知道 S 怎么想哈，所以 S 这3件衣服，你觉得是去还是留呢？我决定去。我相信你的品味，所以你要不要救？不救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有别的东西，我待会儿再说。大佐，你回家的时候有贴面膜吗？有啊，回家也贴，跟他一块贴。所以母子一块贴面膜很普通吗？我没有过。你看我贴面膜吗？你干嘛贴啊？因为这是脸，这是一张脸，知道他是。昨天他在家里还给我化妆，给我洗头推头。昨天还会帮妈妈洗头，很感人呢。杨迪应该不会做这种事吧？我昨天带我妈妈密室逃脱，密室逃脱。你是想把你妈丢在那儿吧？我有史以听过我妈有史以最可怕的尖叫声，鬼找到她了。我妈妈出来，她进去还问有55岁来玩密室逃脱的吗？人家都尴尬了这个问题。你干嘛带她去密室逃脱了？因为我也想玩，然后我想让她体验一下。你还想去吗？不想去了。没有，他当时嘛，密室逃脱要6个人嘛，要6个人，他们就5个人，凑一个。他说妈，你不去的话，这张票就作废了。那我说，那我还是去吧。我说作废了，多可惜。我又穿的是高跟鞋。你穿的是高跟鞋，阿姨啊？玩密室逃脱哪有人穿高跟鞋在那里跑都跑不及？鬼来的那一刻，我还跑到第2名。哦。
可是伯母讲真的出来之后，你有没有冷静的想想啊？杨迪为什么要带你去那儿？我也想去感受一下吧。你看看多包容，但再也不会去了啊，再也不去了，真的是再也不去了。阿姨是不是很希望我们为您做一个深度专访？听懂了没有？深度专访。听懂了，听懂了。所以你当初跟杨迪的爸爸怎么认得的？啊，这个问题吗？不能讲吗？我妈不能聊感情问题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冒犯您了哦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因为我喜欢他爸，他爸也喜欢我，我们就这样就认识了。等一下，你们怎么见？你怎么见到他的？我真的还没问过，你们怎么见到他的？他的大弟跟我的爸爸在一个单位，通过他们牵的线。对，然后是一见钟情吗？没有，当时是他给我写了一封信，当时那封信还差点发生误会，因为我的名字叫张佳丽，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学校有一个名字叫张黛丽。我有一天也是无意的走到了一个收发室，咦，我说这里有一封信，那个通信员说谁是你的信啊？这是张黛丽的。我说你好生看一下，是我的。如果那封信传到张黛丽那里去了，就没有你了。好故事，张黛丽阿姨，杨迪，你今天第一次听到张黛丽阿姨的故事吗？我从来没听过这个故事，你给人讲过吗？没有没有。所以那封信立刻打动你了吗？哦，那封信长达8页吧，好像是长达8页，真的是，里面就是佳丽你好，下面就开始写了，反正很多年嘛，30多年了，但是我还是记得哈。没有30多年，我才33岁。就30多年了嘛，差不多。我们耍朋友还耍了几年了。帮我妈拿点水啊！耍朋友还耍了几年忘了，就确定一下。不可能一见面就结婚了吧？是吧？四川话耍朋友就谈恋爱，耍朋友。是。哦。所以一封信就立刻跟你约见面成功吗？刚好信收到不久，他就到那里来出差吧。出差的时候也认识嘛。我说小杨，到我家里来喝水吧，因为他是线上来的。你请他来做客。请他到我家里来做客。他说我给你写了一封信，你怎么没有给我回信呀？那个时候我说还没有转正，可能还不能耍朋友吧。他怕恋爱会让人家觉得工作不够认真，就没有办法转正。如果是耍朋友肯定是，但是你还是耍了，要遭领导批评的，但是就悄悄的进行嘛。悄悄的进行。我真的不想听妈妈讲这些，说句实在话，因为我画面感就是我爸和他2个人在那边来喝水啊什么的那种。对啊，小杨来我家喝杯水吧，很撩人呢，真的是。最后喝了水了吗？不，但是我说那就在我两边吃饭吧，我真的是还是紧张嘛，第一次见男生还是有点紧张。蒸饭的时候嘛，米里面搞忘掺水了，没有盛米饭。但是我爸硬吃米，真的是紧张。刚刚是一个生米煮成熟饭的故事吗？没煮成熟饭，他没煮成生米啊。好了，所以当时你有觉得小杨先生很帅吗？帅，他的爸挺帅的。那儿子呢？儿子的，你觉得我？觉得还好啊。还有等一下，还好。我妈妈。其实我在我妈眼中就还可以吧，长可以，怎么不可以？但是有的时候电视上会有人说我长得不好看，对吧？有的时候。我们没有说他不好看，我们觉得杨迪很好看。那是他的眼睛看花了。看花了，真的。我们是说阿姨太漂亮了，然后爸爸也帅，光芒盖过了杨迪。没有，今天是化了妆的。没有，你底子好。另外，大佐的妈咪是你说是排球队，以前在学校里打排球、打篮球。可是打篮球会不会很难交到男朋友啊？不会呀，长得好看呗。所以大佐的父亲也是球队的吗？不是，我跟他爸妹妹是同学，我们在一起经常到他家去玩，看他在家里就是他家什么事他都愿意干。我爸爸就说这个小伙老师很好，会做事，你今后会享福的。所以结了婚之后，真的他就让您什么事都不用做吗？大部分什么事都不让我做，很细心的。所以请问大佐小时候有让你感觉他将来会变成一个明星吗？我觉得他长得也挺好看的，小时候就是
人家一看到一见到他就这小孩好漂亮，就是讲好漂算了吧，亮好帅。我小时候把钱都拿去买那些明星的东西，都被他们骂死了。他小时候那是你上阿姨初中的说实话时候吧？初中的时候，对就是买那些明星的那个海报啊。你当时买谁的海报？我小时候墙上会贴什么梁咏琪啊、陈慧琳啊，就那个年代的明星。我家里那个门上面都有几个小字，就是不要我进房间，就是牌子一翻，请勿打扰。你就真的不进去吗？不进去。我那个时候也挂，我说要进我的房间一定要先敲门。我妈说好啊，敲门。她敲了门 ，at the same time， 是不是？知道要敲门，她就这样直接砸。可是阿姨，你刚才听到那个大佐的妈妈讲了一段故事，你会不会心里有一点心酸呢？因为她说以前大佐带她出去的时候，大家都说，哎呀，这孩子真漂亮，真可爱，真漂亮，真可爱。杨迪也很漂亮啊，你疯了吗？没有，我是说会母子联手。会不会？我说阿姨，会不会你在带她出去的时候比较没有这种欢呼声？有啊，我杨迪小时候挺乖的，大家都说哇，这孩子真乖，真乖，真乖啊，真的是很乖。哎呀，没有带他小时候的照片呢。那个时候，胖胖的，眼皮儿淡淡的，真的是跟现在一样吗？讲起来跟现在差不多嘛。啊，丹凤眼。OK， 所以到目前为止，大佐家都没有吓到我们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看还有一次是什么？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左哥的卧室，让我们看看左哥的卧室都有些什么。大家看看床头柜，床头柜也看这个它就不是连在一起的，这是砸衣服的装饰品吧？这个哇，它这个摆在一起的时候，真的，你们再看一次。哎，你们看，正常人谁会把床摆成这样啊？这是个方阵吗？他是有多担心自己掉下床去啊？摆了个阵，这个我真的是完全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摆成这个样子？他如果睡在哪儿？睡在这儿吗？就这样，我躺上去不太方便，给大家形象的感受一下，他就这样躺在中间一溜，把自己封印的死死的。刚才拍到一个东西，听说是你们偶像团体会用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你不知道吗？啥东西啊？你有带来吗？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奶茶带来的东西。好。我大概知道。所以你是从偶像团体学来的？是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它可以绑在大腿上，然后把衬衫下摆给拉住，这样你不管怎么运动，衬衫下摆都不会跳出裤子外面。因为我有段时间看他们那种节目嘛，我就有个疑惑，就他们100多个人在那边跳起舞的时候，动作那么大的时候，他们的衬衫还在里面不出来，我就说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可是你在主持的时候，你动作也不会那么大，你要这干嘛？也有时候会啊，因为现在胖了，就有时候会崩出来什么之类的。可是你回到家把裤子脱了，然后看到这个，你不会想吐吗？自己看还好吧？回到家把裤子脱了，看到什么都不会很快乐。对，不是，就是看到这个东西，然后在腿上，那画面不是就另有一种妩媚啊，就是。你有追求妩媚吗？没有在追求这件事情。我觉得杨迪很适合用了。如果我回家脱了裤子看到我这2条，我真的想吐。我的腿再配上那种东西，啥呀？你不用脱裤子，你只要照镜子就好了。哎，开玩笑的，阿姨没有玩笑话。妈妈上吧，妈妈好漂亮哦！这件洋装在哪买的？好，那杨迪退还不要，所以你要让他留还是走？我决定。还是不留啊？因为我没办法想象你穿这个实在是太恶心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放上车去，这个也要去闲鱼 APP 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另外一位主角的家里了哈。这位主角的家里被拍摄的状况比较特别，是因为是一个你不常住的一个家，不常去，但是偶尔也会去，一年会去过几次。妈妈定期去替你打扫，他们会去，他们也没到打扫那个地步吧？那个家有一次哦，
就是他们有一次打扫过以后，把所有的沙发的垫子叠在一起，上面搭了个布，就觉得可以把灰盖起来。结果我有好久没去，我一打开里面全是老鼠屎加一些花生壳，给老鼠搭了个温柔乡，所以那个整个房子非常非常可怕，有的时候会有各种异味传出。对，我去他家要了我半条命，非常吓人，我差点死在那个屋子里，真的非常吓人。他在哪个城市？他在在成都。OK， 所以奶茶去了成都拍摄这个家，来我们看。然后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迪哥家的门口，看有没有很 old school 啊？为什么有人结婚啊？而且现在已经中年了，我买的2手房，现在是虎年的方便找到我的家门，我就没有拆过它。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纸啊，贴纸，虎年的贴纸，还有这个爱心，要迎喜了已经。走吧，让我们看看迪哥家里到底有什么东西。哇哦！哇！哎，看起来还蛮新的啊。人家的装修没怎么动过。这是个鞋柜吗？这个都已经起皮了。我们打开这个鞋柜啊。哇哦！不要这什么味道？这个鞋柜，能拍到尘土吗？这上面都有尘土，还有这，赔钱！我当时我多惊吓，你知道？不是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真的，迪哥该换了这个鞋柜，真的翻修一下。我们去下个区域看看是不是也是这个惨状。奶茶跑了。我现在拿了一个道具，因为迪哥家不太方便下手，有这个安全一点啊。现在这还有个门禁电话，哇，看一下，看能搓出泥来，真的。再看这边，随时这个墙皮就要掉下来了。等一下，真的吗？你是？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客厅，特效吧？哦，客厅迎面一张桌子，哇，这下面有内容的啊，饼干渣渣，看，这也不知道它这个圆盘到底是干嘛的。这是放火锅的吗？不是，它就是一种设计。我看以前那对新婚夫妇留下的家具。也是一个 old school 的凳子。杨不呀杨迪，这么脏乱的环境真是很尴尬呀！灰尘这么多，还住得下去吗？给它放回去吧。哦，我们再往里走。哇，看，这算古董了吧？正大综艺夏培的奇妙冒险，杨迪巨星。哇哦，这应该是粉丝送给迪哥的。这个沙发，哎呀，哇，我就说感觉跟屁股在拔丝儿，这是已经坏掉了。我们再看这个牌子啊，它是个开锁卡片。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开锁？不就是在门外没有钥匙的时候？他把这个放在这儿，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啊。还有这个垃圾桶里面的芒果已经这是长毛了吗？还是发绿了？我们去下个区域再看吧。下面出现什么我都不会很惊讶，真的。啊，迪哥家的冰箱，据说迪哥是要做菜的人啊。哇！下面出现什么我都不会很惊讶，真的。这个味道，死去的章鱼的味道，你懂吗？真的很恐怖，那个味道。好久没住，我就把电断了。这什么味儿啊！我天，我要死！这个味儿，这里面是没有东西的，不看了。这味儿真的很大。我们看冷冻层啊，哇，它里面不会爬出来一条蛇吧？我现在真的是。哇，更臭！下面是真的是非常恐怖的味道。哦，冷冻室比那个上面更臭，比更臭。而且那个区域开了一下以后，摄影师走过那个区域的时候，10分钟以内都有味道。真的很可怕，那个真的太臭了。这个味儿真的是不得闻掉，现在有点上脑，现在有点上头。我们直接去下个区域。我的妈呀 ，Let's go！ 欢迎来到著名男艺人杨迪的卧室。哎，这充满女人味的碎花气球的大红色枕头，原来迪哥您喜欢这种口味呀？这边就全是迪哥小时候的照片，3岁看老。啊，这2坨高原红，这一看就是迪哥。看，跟左哥家里的照片是一样的，每个人脑子上面呢都有一点红。这也太像了吧，完全没有一点变化。哦，这张是个哇，这是摇滚迪。迪哥应该是玩过音乐或者做过音乐。啊，这就是迪哥的书桌。哇，这边感觉是一个有分量的箱子。首先，它一定是意义颇深的奖杯，否则不会留到现在。哎，那是什么奖？什么奖？已经可能是经过岁月的冲击，它现在已经就是遍体鳞伤，已经弯了。
这些黏黏糊糊的证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些曾经的美好回忆，迪哥，你真的不在乎吗？这种公仔我跟你们说超级贵，我有霹雳布袋戏这种公仔一个至少有800、1000，非常非常贵。迪哥还是没想到迪哥有收集公仔的这种爱好。据我所知，收集这些限量手办可是很破费的。迪哥，你该不会和我一样，也会向妈妈谎报这些手办的价格吧 ？Oops， 我是不是说漏了些什么呢？冰箱真的有臭到这种程度吗？真的很吓人。我们每个区域其实要拍几遍的，只有那个区域拍了1遍，大家就走了，就不会再重复，没有咔。然后你打开那个证书的时候怎么了？它飞出了一条虫，但是一打开里面全是毛，然后突然就爬出来一个东西，哇！所以我才很着急的把那个奖状给扔掉。那是很重要的证书吗？说实话，长那个样子我都不知道那是个什么证书啊。只是我很爱，就是感觉对我有意义的东西，我就不会扔。是冰箱的话，我是没想到，因为之前做饭可能买了一些排骨什么东西，然后我有日子不在那儿住，我想节约电，其实不应该把冰箱断电的，我就把冰箱断电，它腐烂了。你连这个常识你都不知道？忘了。上次我妈去那儿住的时候，冰箱就已经很臭了。然后我妈说橘子皮可以去味儿，她把橘子皮放在里面，结果她还是断电了。走的时候橘子皮腐烂了。啊，我想空冰箱插电干什么呀？我也把电给放了。臭上加臭，现在那个冰箱没有人敢开了，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好，我看看你带一些什么东西啊？我都不知道你把我什么东西薅过来了。手办吧。啊，真的是手办吗？是。哇塞，把我那么多都拿来了。啊，前面的我看一下，前面这一排小的，小的那个公仔，霹雳布袋戏，霹雳布袋戏的。你怎么会迷布袋戏啊？我就是玩布袋戏主题的游戏，玩完以后觉得剧情很棒，就开始看。但是这很多公仔不是我本人花钱买的，因为布袋戏现在开始开拓内地的市场，然后我就在大大小小的节目说我喜欢布袋戏，他们公司就给我寄，所以他们就会寄更多。我现在等着那个最大的那个偶到我家里，到现在还没寄。所以你自己花钱买的布袋戏偶是多贵？没有买他们本来的那个，因为那个要9000多块钱人民币，真的很贵。我也想说我又不会操作，对，我买的大概是那种80多的那种。就手上玩的那种，手上玩的我买过，因为我觉得看他们活灵活现的表演比自己操作好玩一点。所以你还是有人性。对，还是会稍微考虑一下这样子。妈，她说我没有人性吗？我说你有人性，你有人性。对，你看连妈妈都听得懂，你还听不懂？有在听。好，你是生怕今天你妈不揍徐熙娣是不是？拿出来呀，功夫拿出来。好，这个我觉得不用商量了，你就决定吧。好。留，这一定要留的。哇塞，这个真的要拿回去。你真的怂死了，长大了。对，好，我们还拍到了杨迪家其他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已经来到了迪哥的衣柜，空空如也。哇，就有一个很有年代感的编织袋哎。哇，这什么？哦，这是比较中国风的衣服，这个也是，它这些衣服都没有摘标签哎，都是新的。哇，你看全部都是中国风的衣服。好，来到了迪哥的床头柜，迪哥真的是很有个性的人，他的床头柜没有放在床头，放在了床角。哇，这是很多信封。床头柜怎么会放信啊？好啦，这一层也都是一些信纸，我们再看下一层，信纸一定有玄机吧？好多笔记本啊。看，还有非常厚的作业本，这里面这里有个作业本，大学时候的枪族双煞这个组合，当年真的是我们童年的阴影。科目洗刷刷，教师小 S， 杨迪居然拜是小 S， 这枪族双煞的成名，居然跟小 S 有关系。喂，小 S 啊，这里有人想要蹭你的热度啊，你赶快来管管吧。我们东西有在现场吗？有。天，不臭吗？那些东西？我们看一下带来什么东西。好。那个本子是高中的时候了，我的天！好，我要这个本子就好。2001年的时候，19年前。科目是洗刷刷是吗？是。然后教师小 S， 学生小 S。重点是为什么会有小 S 在上面？因为我那个时候和我一个朋友网上组合了一个搞笑组合，枪族双煞。
煞的简写就是 S， 和你没关系。所以不是因为喜欢我而写。对，但是那也是喜欢你了。杨迪刚刚那个神情的意思就是说喜欢你很丢脸的，对，没有，绝对不是。就是说他但是要证明这个干我的事，也哪有到丢脸的地步？所以我们现在是我们蹭你热度的意思是吗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我们辛辛苦苦去你的家，然后翻抽屉找出一本这么旧的作业本，就为了蹭你一个热度。放到闲鱼上去，不要了。没有你，我们两个现在就在演艺圈都没有地位了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对不对？我只是说当时这个。你刚刚那个撇清的表情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不是，我是吓得抽搐。双煞的煞就是那个 S， 跟你不是小 S。下次换我拿枪载着车厘子去进贡给你好吗？但是我出道的视频你也要看看，现在搜，现在放，别吓我了。好了，我们看视频，我们看视频可以证明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可以看看。爸爸妈妈也叫我想。真的很有年代感。这时候是不是流行后舍男生的时候？对，后舍男生的时候。我每次看到这个，我真的感情，我将全部属于你，多希望能够永远不分离。原来徐熙娣是模仿杨迪的表演啊！没有，是我先还是你先的？你先。那你干嘛还死不承认你崇拜我？崇拜啊！那个写那个本子的时候还没有认识你，这个时候就喜欢上你了。哦，总会有个时代的递进嘛。没有，因为真的是 S 姐那个徐老师那个给了我那个灵感，我当时又没有才艺，硬要凹个才艺出来，然后就觉得哎。用一个发带可以切换自己的情绪，就配一些音乐在里面，就什么喜啊、怒啊之类的，就有这么一个表演。所以你那个达人秀你有得名吗？我进入半决赛了，而且当时那一段视频赶上微博刚刚出来，很多人转发。我那个整个表演，它这个已经是加长版了，网上只有53秒，大家给我取了个名字叫表情帝，53秒表情帝雷翻评委。哦，他刚刚自己是把整个评论都背出来吗？对，对我很重要，那个时候对我很重要。2010年。哎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拿到一个笔记本的内容，我觉得如果读出来，妈妈哭了怎么办？写的啥呀？妈妈可能没有看过这本笔记本，我都不知道那本是什么了，有点。因为他的笔记本有隐私嘛，我还是珍重的，我不会去看。我虽然跟他在一起12年，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想要娶她。怎么了？首先这本本子就没有12年，其次这不是我写的，还念得像真的一样，我听着就不对，不对吗？我觉得真实性很高啊。这是你的笔记吧？这不是我的字，谁的？这不是你的字吗？这谁的？哦 ，OK， 所以不是你的。等一下，这又是我的字了。哦，这有人偷拿你的笔记本写他的心情吗？这好像是我同桌的字哦。他怎么可能善用你的笔记本写东西？对，就是随便用来用去吧。哇，我好吓人，我都不知道当年。哦，这个是，这我自己是吗？对，之前上那个快乐大本营的时候，你写谢娜抠门呢？谢娜抠门？我去娜姐家里面玩，然后有一个锅巴，我说，哎，这个锅巴好好吃啊，好好吃。他就递给我，他说，来，你手机拍下来去买。热情的递给我说：“来拍下来。”就这种，所以好，所以这个是本来就谢娜知道的事情。娜姐知道，所以他不是多愁善感的人，是不是？到目前没有发现他，因为他说那个是别人写的，那真的是别人写的。你们可以笔记鉴定，这本是你的吧？是我的，这本是我的。等一下，哎，这是干嘛呀？这可以吗？啊，可以。这是我知道这是什么了。我叫杨小迪，今年21，我的梦想是变成金城武。明明是周星驰上面，我刚有看一眼。我还是要写一个比较贴合自己的梦想吧，想变成金城武。怎么样了？哎，这很重要哎，这4个字很重要，会决定他演艺圈的未来哎。好有骨气哦。对，他说我只要能够有表现的机会，我不要钱。好的，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一段是以后再也不要给杨迪钱。Hello，从今天这场开始就不要给他。
他不要钱。我想起来那一段是什么情况了，我是要演一个不要钱的人，那个人物不要钱，我本人要钱。对，真的是实在。他一直练杨迪。有吗？你在练明星签名对不对？后面那个是切好的，就设计好的。你练签名有派上用场吗？当然派上用场，派上用场。好，所以去还是留呢？我决定羌族双煞，煞的简写就是 S， 和你没关系。你练签名有派上用场吗？派上用场了。留。我这些东西都该留着是吧？不是，我觉得你要留住你当时那个骨气。留住的是骨气，不要钱的那个骨气，只热爱表演的那个骨气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看到的，杨迪都留下来，都丢大佐了吗？其实就是因为翻的是他比较久远的回忆了。如果去我爸妈就以前那个老家翻那些东西，我一样都不舍得扔。了解。那我们就要让大佐来告别了。是，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咸鱼擦亮时刻，在这当中呢，大佐会对于这些属于他的物品道别，然后希望这些物品呢会在其他地方焕发出新的价值。大佐请你移驾。其实这个是有点纪念意义的啦，希望拍下他的人好好的守护他，因为他是我跟杨迪友情的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物质上的见证。我们俩要不要一起签一个？行啊，这个毕竟真的是我精心挑选的，没想就这样拱手让人啊。其实有一点舍不得，这样才珍贵啊！而且拿到的人万一同时喜欢你们两个，不是很开心吗？去更适合你的人手里爱过，然后签名是大佐。所以呢，我们会把这些曾经属于大佐的物品放到闲鱼 APP 上面，散发出新的价值。本期节目中所有预捐物品都可在闲鱼 APP 找到，相关收入将在公示后捐赠给光明优酷乡村艺术教室公益项目，为选定的贫困乡村地区捐建乡村艺术教室。上闲鱼 APP 或手机淘宝搜索花花万物，参与同款物品公益捐赠，将有机会成为物品的新主人，而且能够解锁更多幕后花絮哦。非常谢谢今天两位伯母的光临，谢谢杨迪和大佐，谢谢各位。